关于去美国这件事儿，马兰虽然自己心里已经决定了，但一时间还不知道该怎么跟叶晨和萧初然开口。他当然不敢直说自己已经把钱花光了，现在没钱生活，又正好中了个能免费飞美国的大奖，所以飞过去投奔女儿女婿。所以他便打定主意先找女儿萧初然卖卖惨。不过此时美国的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，马兰迟疑片刻，还是决定等到华夏这边的晚上，美国那边的早晨再跟萧初然视频。而与此同时，身在美国的叶晨在确定萧初然已经熟睡之后，又将些许灵气渡入萧初然的脑中，确保他可以睡得更稳之后，便起身穿衣离开了白金汉宫酒店。他要去见一见那个被他斩断手脚的男人，探一探对方到底是什么身份。深夜的酒店门口，一辆低调的黑色凯迪拉克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。万破军一个人坐在驾驶位里，见叶晨出来，便准备推门下车为叶晨开门。叶晨冲他摆了摆手，自己加快2步，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直接坐了进去。一上车，叶晨便开口问道：那家伙情况怎么样了？万破军恭敬地回答道：回叶先生，那个人已经安全控制起来了，有专人时刻盯着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，我让人把他所有的牙都拔掉了，他没手没脚，想自杀也没可能。好，叶晨满意的点了点头，又问道：处理那些匪徒尸体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发现？有，万破军道，我们大概查看了一下，有几点要向您汇报。说着，万破军微微一顿，继续道：首先是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先进，单兵装备的成本比美国特种部队单兵装备还要贵出好几倍，而且他们这帮人用的都是特制的打母弹，子弹打进人体会产生强大的空腔效应，一打一个坑。关键这帮孙子还特地增加了子弹里的火药量，把子弹的威力又提升了一个层次。这种威力的子弹，8星武者能扛几10发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正常人就算是拳王泰森、巨石强森那种级别的，肯定也是一枪毙命。说到这里，万破军继续道：其次，这帮人虽然不是武道人士，但好像也通过某种方式进行过身体上的增强，别的不说，他们的肢体力量非常强，绝非常人。叶晨好奇地问道：你是怎么发现他们肢体力量非常强的？我在面对他们的时候，并没发现他们有什么修为，也没发现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。万破军道：以他们子弹的火药量来看，击发时枪的后坐力会变得非常大，那种后坐力堪比大口径狙击步枪。这种情况下，就算是训练有素的特种兵，击发时也必须趴在地上，用肩膀死死抵住枪托来对抗那种后坐力。如果是站起来端着枪打，一般是不可能压住枪口的，一枪就能震得双臂发麻，端着枪连发更不可能，而他们能站着快速打光整个弹夹，证明他们的身体强度非同一般。而且我的人反馈说，他们的皮肉骨骼都比一般人坚固许多，甚至比武道高手都不遑多让，因为他们经脉没有打通，所以全靠皮肉与骨骼的强大来提升战斗力。说着，万破军又道：我怀疑他们应该有其他办法将这些匪徒的身体素质大幅提高，毕竟这种强度的连续射击，3星武者都够呛能稳得住。他们能快速打完整个弹夹，还能面不改色，实力起码在4星武者以上。叶晨不由皱了皱眉，冷声道：这帮人武器精良，训练有素，面对武道高手有条不紊，准备充分，就算他们不是武道中人，也一定对武道高手非常了解，知道武道高手的缺点在哪，然后再针对性的制定战术。对，万破军认真道：
不管他们到底是什么组织，他们这种能将普通人身体素质大幅提高的方法真的非常可怕。万龙殿麾下雇佣兵虽然数以万计，但真正能练习武道的也就寥寥几百人，剩下的根本就不具备这个资质，而这几百人里大部分一辈子也突破不到3星武者的高度，而这帮人竟然可以用不为人知的办法把普通人提升到这种水平。如果能做到大批量覆盖的话，实力绝对不容小觑。叶晨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开口道，这种针对普通人的方法我从没听说过。说着，叶晨问他，你有耳闻吗？回叶先生，属下也没有。万拓君道，我知道外面也有一些武道人士参加了一些雇佣兵团，但今天这种还是第一次遇到，目前还没有任何直接线索。不过那批尸体在处理之前，我已经让他们采集了面容、指纹以及 DNA， 到时候想办法在全世界的数据库里做一下比对，先从这帮人的身份入手，只要确定其中成员的身份，就能连带着挖出更多线索。好，叶晨点了点头，叮嘱道，这帮人可能非常危险，其背后组织的真正实力或许在万龙殿之上，你沿着这些人的身份进行调查，一定要注意隐蔽，千万不要暴露。现在还没到正面对敌的时候。万拓君郑重说道，好的叶先生，属下明白了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，去长岛吧，会会那个家伙。20分钟后，黑色的凯迪拉克开进了位于纽约长岛的庄园之中。叶晨迈步来到地下室的时候，便见今日那群匪徒的匪首此时正被固定在椅子上，整个人嫉妒萎靡，奄奄一息。他的4肢截断处都裹着绷带，嘴边也满是鲜血，断臂的上方有人给他扎了一枚输液针，上方悬挂着一包药液，正在不断向体输送。万拓君对叶晨说道，叶先生，这家伙一直抗拒得非常强烈，我让人给他输了镇定剂，现在应该是昏睡过去了。叶晨点了点头，走上前去，伸手在对方头上轻轻一点，紧接着便见此人身体轻颤一下，旋即缓缓抬起了头。那人睁开眼来，看到面前的叶晨，表情一阵惊恐，脱口道，是你。叶晨冷笑道，怎么看到我还很惊讶？那人想到叶晨虚空一招就能斩断自己与20多名属下的双腿，惊恐不已地脱口问道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叶晨淡然道，现在还轮不到你来问我问题。说着，叶晨盯着他，厉声道，听清楚我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个字，我的手段相信你已经领教过了，所以我话不多说，从现在开始提问，你必须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如果让我感觉到你在糊弄我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，不会给你第2次机会，你听明白了吗？